所以是不是不只是你的睡眠时间、你的睡眠品质？那有一种是我可不可以分段？就是说我今天晚上我没办法，那我中午睡多一点，要不然有是说我今天白天周间我睡不好，那我到了周末我特别补眠，那我补眠补好一点，是不是也可以弥补之前面的没有办法把脑袋清除的这个问题？这个有补是比没有补好，但是这个不能够替代正常睡眠。正常睡眠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睡午觉是 OK 的，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能把它片段化，对，因为片段化就无法达到深层。所以你晚上时间到了一定要睡。那你有深层睡眠的绝招吗？我怎么样可以深层睡眠？对对，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很重要了哈。那个我们睡觉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一般人就是睡觉的时候会出现2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难以入睡，第二个就是中间醒来。对，回去，然后你会睡不着。对，我现在就这样。那这个东西基本上是这样子哈，就是说，很多人会用很多绝招啊，但其中也可以看到一个事情，你为什么上场你会睡不着？为什么你半夜醒来，然后你回去睡觉之后你会睡不着？因为你发现之后你的脑袋，哇，跟轮子一样转得非常快。对。那些各种想法出现了，各种东西出现，是那个东西干扰你睡眠。可是我压不住啊，压不住对，这个压不住，那个是可以压住的，那是可以压住的这东西是那个东西，那个想法呢，来自于我们脑袋瓜的另外一个系统，叫做 DMN 系统那个系统呢，就是让我们做白日梦，让我们反省自己让我们检讨自己，让我们产生 idea， 让我们发呆那个东西那是我们脑袋的一种。那个时候既定的模式就像电脑里会有 default system 一样嘛它这种先天的那个模式是这样子那个模式干扰你睡眠所以说你要如何让那个模式安静下来？那怎么安静？怎么安静？我们大家听过有那个冥想打坐嘛，对不对？冥想打坐干的也是一样事情，就是让那个系统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所以冥想很重要。对，你用同一套逻辑做，但是因为很多人。他因为冥想打坐那个方法做错了，对，所以说反而越做越难睡。其中一个东西譬如说，当然我这个讲详细可以讲很多了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很多人讲说，我打坐冥想的时候要控制呼吸嘛对，控制呼吸。你越控制呼吸，你就越难睡着。不是，所以打坐的时候不是控制呼吸，那是控制什么？你是不是控制呼吸？你不能控制，你是去注意呼吸。你注意呼吸就好了，你不要控制，你控制你就会睡不着。注意久了，一下子你就是昏了。所以现在什么吸4秒钟停，吸7秒钟停4秒钟，再吐8秒钟，再吸。我每次一这样吸，我的整个人就清醒过来了。没错，我就醒过来了。那个方法错误，这个方法我们那个它这个叫调息调息是为了另外一个目的打坐的用的不是调息。好，那我们今天谈是真的，你刚刚讲一个最核心就是慢性发炎。对，糖尿病是慢性发炎。你今天晚上睡眠不好，就等于说你脑袋的杂质不能清除。那你还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你说刷牙，而且一定要用牙线。大家都没有想到说你原来你的牙齿保持清洁，你定时用牙线，你刷干净，这跟你的失智症也是有关系对，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说贝塔类淀粉那个斑块现在主流医学认为说那个斑块是造成那个失智这个当然没错了，但是问题是说那斑块怎么出来嘛？对。斑块出来的原因是说，那斑块它是正常基因，不是突变基因不是突变是正常基因的产物嘛。那正常基因的产物，它产生干嘛？它是产物保护我们自己嘛。好，保护我们自己，其中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发炎反应，我们身体上发炎反应，你可以长脓泡。对不对？是 OK， 可是脑袋怎么可以长脓泡？对不对？你就脑膜炎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任何细菌呢，任何那个霉菌等等之类，进入脑袋瓜，我们会有第一线的东西去处理，那就是贝塔，但不能讲贝塔类淀粉，说贝塔类淀粉的前身了。对，那分泌的蛋白质，那个蛋白质呢，它是可溶性的所以说它可以去抑制那些细菌。它可以抑制细菌但是说你如果
3不5时就去挑战它，它就分泌；3不5时挑战它分泌。对，最后呢，这分泌的一大堆，它就会结块嘛。所以说，所以说我们要降低去刺激它，不要一直分泌嘛。对，那个刺激就是感染，就不要感染，不要感染。什么地方感染？那个我们身体的地方感染，要通过那个血脑屏障，那是不简单的事情嘛。但是呢，牙齿、口腔血管进去就很快。对，那因此口腔的细菌感染呢，我们不要讲细菌感染，说口腔里面有多少细菌，口腔里面的病菌或者微生物有900多种。他们在里面和平共处。但是呢，我们如果口腔如果是有伤口，那比如说牙周病，它一定有发炎嘛，一定有伤口嘛。你刷牙刷太用力，又出血，有伤口嘛。出血就是伤口。对啊，你没有伤口怎么会出血呢？吓死我 ！OK， 我们说好，我们说今天我来刮舌苔，你刮舌苔，问一下你拿刷子刮你皮肤。你刮了以后，其实是不是有伤口？不能刮舌苔，不能嘛。你刮了都有伤口嘛。这些伤口呢，就让我每天刷牙习惯会用牙刷把我的舌头刷一刷，你说这不行？不行。待我教你怎么清洁。OK。你想想看嘛，你皮肤拿牙刷，我今天才知道我做了很多错事。所以我回到第一个事情嘛，你看说，那些名人他做对事情，为什么还会得阿兹失智？因为错的事情他没有回避嘛。对。他做对了，但他也做了一些错的事情。对那譬如说你说你刮舌苔就是错的事情嘛，不能刮舌苔。好，这些细菌呢，它会经由各种伤口进入我们脑袋瓜里面，对不对？那进入脑袋瓜以后呢，我们脑袋瓜就会分泌的那个贝塔类淀粉的前身去抵抗它嘛。对多了以后呢，它就会结块嘛，然后伤害脑细胞嘛，所以让你产生阿兹海默嘛。好，那我们要减少细菌进去，当然就是第一，你如果是有牙周病，对，一定要看牙科，把它清得干净。这东西不能忍，说这个小洞我可以忍，所以不要忍。牙周病很危险，它副作用很大，对，很大。你知道我有一个好朋友马西平，他不是脑袋，他是心脏，他的心脏整个发炎以后，他的心脏外面结了一层痂，他后来是开刀把那外面那一层心脏的痂给拿掉。后来他说他一直搞不清楚他心脏怎么会有问题，他也很健康，他也运动，他也说，后来他说他找到了，他就是有一次治疗牙齿没治疗好，他说那个牙齿的细菌呢，就是跑到他的心脏，就让他的这个什么心膜炎、瓣膜开始发炎，对，所以牙齿没弄好，是会跑到脑袋，也会跑到心脏，对，他全身都会跑，全身会跑，所以说这个牙周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但是你说，我没有牙周病啊，我牙齿我都是定期会去保养啊，反正现在健保就是让你觉得这很便宜嘛，是可以做。那大家忘掉了舌苔，我们口腔里面细菌大本营，一个就是你发炎的牙龈嘛，牙周病，一个就是舌苔。舌苔上面我们看到说那个白色的啦，或者是黄色啦，深黄色，那个东西是什么？那是细菌。细菌上面结一层一层，对，那叠在一起，那不是应该刷掉吗？所以你要把它去掉。对啊。你要怎么去掉？不能够用刷，一刷你舌头上面就有伤口，那细菌就进去了。所以怎么做？很简单，你可以看到说你们家有小 baby， 当年他那个 baby 他在吃牛奶的时候呢，牛奶喝完，舌头白白不是吗？对。请问你怎么帮他弄？拿纱布。纱布对，纱布不是牙刷刷它。纱布你要沾上液体，你不能干的对不对沾上液体以后呢，把它抹就把它弄掉了。是用纱布做？纱布。我还用电动牙刷我觉得我那样才可以刷得干净。就我今天才知道我做错这么久的事情，是做错事情吓死我。那你那个纱布呢就是你抹东西通常你要抹什么液体嘛？当然液体一定要液体，不能干纱布。对。什么液体？就是说你上面液体呢跟你的舌头细胞的细胞膜越接近，它就伤害越少嘛，对不对？对，那个我们细胞膜是脂肪嘛，所以你要用油，用油，那个当然说我可不可以调的说那个油跟我们人类的细胞膜接近？当然越接近越好了。因为你如果不接近起码是油性的也 OK 了。那什么油嘞？沙拉油？你如果便宜简单的话，你就用我自己是用调的油。调油。我以前自己调的，后来我就
跟人家买现成的啦。就是说你尽量，因为我们细胞膜上面是很多蛋白质，对，但基本上它是2层的脂肪构成的，它上面其实说那个脂肪是非常重要的，是那因此呢，那个油的油性跟它越接近，就越好了，但是你不行的话没关系，你就用市面上的随便买橄榄油也可以了，对，那总比盐水好了，总比盐水好。好，那我们这样谈这边，一开始也提到说，这个因为我们都会做检测，做这个体检。那体检里面当然讲了，你的这个血糖不能太高，你的糖化血色素不能太高这个部分。可是我也会做 LDL 啊，我也会做这个所谓的这个血脂啊，我会做很多的检测，或者包括尿酸，这些也会影响。就除了我每次看我的健康表，那我到底只有看血糖，还是其他地方我都要注意？好，你刚刚提到一个尿酸啊，这东西其实这个东西跟我们阿兹海默是间接有关系，是间接有关系的指标啦。尿酸来，我们现在讲一下尿酸怎么来的很多人都认为说尿酸我就是吃太多豆腐啦，什么鱼啊虾，不是，那个是原因之一，但是更常见的原因是来自于果糖。因为果糖我们吃进去以后呢，我们全身都不能够代谢，最主要代谢的地方就是肝脏。它进去肝脏的时候呢，它就是那个就是如入无人之境了。进去，你有多少进多少。而且呢，进去呢是要买门票的，都要耗能的，要耗能的。好，它就一直耗能。所以耗能以后呢，我们能量就是我们大家听过嘛，叫 ATP 嘛，对不对？对 ATP 那 ATP 我们正常情况 ATP 用了以后它还原回去嘛，对不对？它因为耗了太过度了，它回不去了，它就一直 ATP 变 ADP 变 AMP， 然后变 IMP， 然后就最后就变成尿酸。所以尿酸过高是因为水果吃太多，果糖吃太多，所以尿酸高。难怪我的尿酸很高。你吃水果吗？我吃水果对，很多人不晓得。对。不过这东西我也不能太大声讲，因为叫那个卖水果的人就不高兴嘛所以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我们前面你知道可怕在哪里？你现在告诉我东西都是以为我觉得我很健康的事情，那我觉得我在做我很健康的事情，结果搞了半天那个对我来讲都很可怕的事情。我每天都很认真刷牙，而且我还很认真刷我的这个舌苔。就你跟我讲不能刷舌苔，当我觉得吃水果是安全的，是对我的有健康的，可是你又跟我说水果吃太多的尿酸会增加。对。好，那另外就是我们当然讲到现在很多人。好，那现在就讲好，我们现在回来讲阿兹海默。好。我们如果血糖我们如果血糖很高让我们脑袋瓜里面的血糖升高血糖升高，然后进去很多嘛，对不对？因为你吃了，然后最后终究还是会进去脑袋瓜里面嘛。好，我们脑袋瓜我说先讲说我们脑袋，我们吃很多的果糖可不可以经过血脑屏障 BBB 去供应脑袋瓜？不会。你知道，我们天生演化出来的血脑屏障 BBB 就是让果糖不能进来的嘛，所以表示果糖有害嘛。有帮助，有帮助，你为什么不让它进去？就不让它进去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脑袋瓜里面是没有果糖的。好，但是呢，如果你进去的葡萄糖太高了，葡萄糖我们再说，我们现在讲一般血糖正常的高标就是100嘛，对，好。在这种高标的情况之下，葡萄糖有3%会变成葡萄糖。所以说我们进去脑袋瓜的是葡萄糖，但是有一部分会变果糖。对。好，但是呢，你如果血糖进去的很多时候呢，它就不是3%了，它就很多%了。好，所以你的果糖就会到脑袋。果糖进去脑袋瓜，那它会做什么？其实果糖对我们全身细胞都会造成一个东西，它是耗能，它极度耗能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能量不足，脑袋瓜能量不足。那郑医师，你吃水果吗？我偶尔吃，就是解馋的时候吃一下因为说这个你说完全不吃的话，就是这个违反这个人性你就无法持久。你要持久做一辈子事情呢，一定要符合人性，所以可以允许自己偶尔爽一下这样子，偶尔开心一下子。好，那讲到这边，当然你就会讲说，我们会不会自己吓自己？因为讲说，你其实很多事，其实它就是一个正常老化。
那有的是当然就是不幸的是失智。那我要怎么样子不要自己吓自己？怎样的状况，比如说我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那是失智。那我怎样的一些状况，其实那只是正常老化，你其实不用自己吓自己。对哈，我们再看一下哈，就是说我们看走路。就是说，因为运动嘛，运动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走路嘛，哈，所以说走路，我们年轻的时候呢，那个步伐很大，速度很快，可以快走。好，上了年纪以后呢，你可以注意到，其实你的步伐会变小，对，速度不会减慢，但是步伐会变小。所以说，你跟年轻人在一起走的时候呢，走一样的快，可是你发现说，他们走没几步，你走好几步嘛，对，因为步伐的关系，步伐短，好。那你如果这个正常老化，所以你不要因为这样子害怕。但是呢，你如果是失智之后呢，他步伐呢，他就不会快了，他不会快。那可能甚至于连启动的时候呢，都会慢一点，好像有磁铁吸住一样，磁铁好像磁铁吸住了你磁铁的那脱离磁铁的那个吸力以后才会快起来那种感觉。好，你如果觉得说好像启动比较难，对，这是有问题。好，然后呢，你因为走路的时候呢，你就快不了。快不了呢，然后呢，你的步伐呢就会忽大忽小，忽大忽小，忽大忽小这样子。那不是一般认为就是老化，就是肌无力才会这个样子吗？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叫鉴别诊断嘛，当然说他说你关节不好，关节也会这样子嘛，对不对？对。等等，所以说这是说你如果你有这个现象的时候呢，你就需要做下一步嘛，你请医师帮你判断是这个问题。好，那有人讲说，如果有人一直重复讲一件事情，然后不断的重复，然后呢，或者是说他的情绪突然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很温和的人突然变得很暴躁，或者很聒噪的人突然不讲话，这种也是一个失智症的前兆吗？对，失智前兆哈。那个失智前兆就是说，我们讲过的话这种是过了一下子过了应该说几天以后呢，你忘掉你讲过，因为这种是短暂的记忆，是存在海马回嘛，你海马回。那个细胞死掉的时候，你没办法存储，所以你会忘掉你讲的。当然这是真的忘掉了，不是故意的故意瞒。我讲过，忘掉我讲的这不遵守承诺，这是假的。我们都讲真的是忘掉的，这是一个现象。对，那有一些失智呢，他是记忆很好的，但是他情绪是改变的。也有这个，所以情绪改变，它也是一个失智的现象之一。就是说，一个人。平常就好就好人一个嘛，什么现在年纪越大脾气越暴躁，对，这个好像是情绪跟小孩子一样，我们知道检讨是不是这个问题。是，那另外一个是说，像马总统的例子是说，他在访问的时候，他会一直重复某一件事情，一句话会20分钟，一个问题重复了4遍，一直重复某一个问题，那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警讯吗？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警讯，除非他是说重要事情要讲3遍嘛，对不对？那这不重要事情你也要讲5、6遍，那这有问题了。对，好，那最后就是刚才讲的这些，当然除了说我有一些基因，刚才讲的3个基因，那真的没有办法，那后面其实都是可控的，你只要预防。然后刚才讲，我如果40岁或者是50岁。因为现在人越来越老了，那像您这样的专家，你怎么告诉说，我如果现在40岁、50岁了，我或者开始步入了这个中老年了，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注意？我怎么预防不要去走上那个失智这条路？对，我们首先就是要确定一个观念，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对于失智的了解等等是来自于主流的医学，正常的那个医学中心的讲的医学，他们重点是要教你怎么治疗了，早期诊断，然后治疗嘛，讲这个，他没有教你预防，对，没有教你预防但是你想想看，你就算治疗成功好了，失智它不会逆转回去了，为什么？脑细胞死掉，它就死掉了嘛，我们人死不能复生，你怎么可以期望脑细胞死掉会复生呢？不可逆，对不对？那因此呢，它有这个限制在，那因此呢，我们对失智呢，我们就不能够让它死了。希望他复生，是连死都不要死所以你刚刚提到很好，20年前我们就开始注意了65岁之前20年，40岁40多岁你就开始就不要感染，你就很多东西你开始注意，感染要减少，好，然后运动你要做等等之类的然后睡眠要睡好，然后那个都有一些诀窍嘛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饮食很重要，饮食
啊，那饮食的错误呢是这样子，我们知道说，现在不是有最新版的那个美国饮食指南吗？对不对？要强调蛋白质啊，对啊，其实啊，那个你看强调蛋白质是看到表象而已的哦，它其实是以前的是说正三角形，什么正三角形？就是说碳水化合物、谷类这些东西呢最多，对，底层最多，对，啊，然后其他慢慢扫上去嘛，叫正三角形嘛，啊，那所以说脂肪啊、蛋白质啊都是少，啊，那现在那个新版的哦，他们就是说你这个理论基础错掉了，哦，那因此呢，改版以后呢，变成碳水化合物要减少，碳水化合物减少，就米饭要减少，对，然后面包要减少，对，那其他东西要增加，所以变倒三角形。所以本来放在最高层的那个，所以脂肪也不是坏事情。对，脂肪不是坏事情，蛋白质不是坏事情，但是呢，因为它改版的关系哈，它强调的就是说，要减少那个超加工的食品的，超加工那加工食品很不好，但是为了避免超加工食品的关系，所以说它对于饱和脂肪还是有某种程度的限制，因为你饱和脂肪你如果没有限制，你一定超加工食品会吃多，所以这一步一步来。但基本概念就是说，那以前的那个正三角形的观念，就是因为说，那个饮食指南是1980年才开始出来的嘛。那1980年出来之前，是因为说美国参议员麦高文他说，我们美国的饮食的指标是什么？那因此呢，过了几年以后才有饮食指南嘛。当初的目的呢，是要减少美国人的心脏病、心脏死亡嘛。为什么要减少？因为美国人他们有2个总统。一个是罗斯福脑中风，对，一个是艾森豪心脏病，一个在1945年，一个在1955年，所以这东西是一个很大问题。2个总统都有心血管疾病，老百姓慌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他们所以说就有提出说怎么做这个事情。那这个东西呢，答案很复杂，那但是呢，有一派的人他就提出说他有答案了，对，那其实理论基础其实是蛮脆弱的啦。他提出来就是说，因为吃饱和脂肪，吃太多肉，对啊，你那个肉就有脂肪嘛，那脂肪就会造成胆固醇高嘛，胆固醇高就会造成心脏病、肾脏死亡嘛，对不对？那因此呢，美国心脏学会就采取那一套理论，说是这样做。那因此呢，麦高文那个饮食指南呢，后来饮食指南就是按照美国心脏学会定的那一套，那一套的目的呢，就是要减少美国人的心脏病的，这样弄出来的。好，1980年开始，每5年改版一次，到现在已经40年，对不对？好，我们看看验收成果，这个指南好不好？他的心血管疾病。1960年那时候呢，美国的胖子，就是真正医学里面定义的胖子。是13%，13%的人是胖子。好，到2000年的时候呢，胖子多少？30%，1倍多。对，到了2024年多少？43%。所以表示你那一套饮食上有问题嘛？为什么有问题？因为当初仓促的被逼的嘛，被时空背景环境嘛，说你要有个答案嘛，答案就出来了嘛，就这样子。但是那个是有问题的。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按照正确的一个知识。刚才讲现在，老天爷现在给现代人类我们走长寿的生命，但你现在发现很多的问题，也就因为你长寿了，过去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全部都跑出来了。我们这两天讲到的肌少症，我们现在讲到的包括阿兹海默症，包括的失智症，都是老人年化之后的问题。所以刚刚讲，曾医师讲，你现在做其实都来不及。其实你如果要去做这些事情，你要把时间序往前拖10年。20年，你越早去做准备，其实你做的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你10年后、20年后的你来做准备的。谢谢曾医师，好，谢谢曾医师，谢谢。电视看不到的独家内容，锁定 YT 宝洁怎么说，每周3、4晚间6点独家上线，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加入会员按下超级感谢，听听宝洁怎么说。